若有机会弥补所憾，你又能如何去做？魏无羡迷迷糊糊醒来，脑海中还遗留着昨晚碰到的那个古怪的酒肉和尚带着调笑的声音。他慢慢的睁开眼，向四周看去，却非但没看到自己寻觅的那个身影，反而看见了一些熟悉却又陌生的图画，叫魏无羡恍然似还在梦中。面前的墙壁上，或画或刻着一排排小人，有的在玩耍打闹，有的是偷枣捉鸡，也有上蹦下跳，下河捉鱼，甚至还有亲嘴搂抱的，画风狂放却也活灵活现。一幅幅看过去，困意猛然间消散，魏无羡忽然间坐起，睁大了双眼，环视四周。久远的好似前世的记忆一下子跳出来，这些陈设摆件都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见过了，他们本应该早在莲花坞那场大火中付之一炬了，可现在又好端端的出现在了曾经的位置，出现在了魏无羡的眼前。这里不是净室，而是上辈子还是少年时自己住的那间屋子。可是魏无羡恍惚着，那间屋子明明早就已经被拆掉了。记得当时自己与蓝湛来到莲花坞时，看到坞中与往日大不相同，虽然整体规模扩大，房屋也修建得更加气派，可在熟悉的土地上残余的往日痕迹却需要细细去寻才可发现。当时自己还内心默默怅惘了许久，可现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魏无羡带着惊异下了床，仔细打量着他曾经住过的这间房，凳子上随意地扔着他的外衫，桌子上还放着自己许久没再用过的佩剑，随便。魏无羡走过去，拿起随便，仔仔细细地认了认，是他的剑，错不了，但好像还很新的样子。他右手用力一拔，便觉丹田有一股灵力涌向手中的剑，一种久违的熟悉感觉流过整个身体，让他有些微微的战栗。他低头去看，果然见那剑刃之上银光浅浅，分明有灵力流转。一个诡异的猜测浮现在的脑海中。魏无羡迟疑着走向墙壁上挂着的镜子，先深吸了一口气，抬头去看镜子中的那个人，剑眉星目，顾盼生神，多么熟悉又陌生的一张脸。见到这张脸，魏无羡恍如隔世，已经许多年没有真真正正的见过这张脸了。虽然这是他本人的脸，是他上辈子的那张脸。魏无羡仔细地盯着自己看着，最初的不知所措已经过去，他伸出一只手向上扯了扯自己的脸，心想这大概还是14、15岁的样子吧，看看已经这么那么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了，怪不得当年就迷住了那个冷淡的小古板喽。魏无羡就自己这张脸捏来捏去，心想还是原本的这张脸顺眼一些，莫玄羽的那张脸看起来还是太娇嫩太柔弱了些，还比蓝湛矮那么多。可是怎么突然会如此？魏无羡回想昨日，思索是否发生了什么不同于往常之事。他与蓝湛并没有猎杀什么古怪妖兽，也没有用那墨香炉引他们入什么美梦，难道……他眉头一皱，是那酒肉和尚给他喝的那杯酒。昨日原是上元节，魏无羡一向爱热闹，心血来潮拉着蓝忘机下山，要到彩云镇上去看灯。在途经一家酒楼时，二人看到有一座和尚打扮的人被2、3个店小二合力又踢又打的赶了出来。那人穿着一件缝缝补补的破烂袈裟，手里握着一柄快要散架的蒲扇，身上背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葫芦酒壶，面色酡红，满身酒气，看上去实在不像什么正经佛道中人。去，一个赖皮和尚还点一桌子的大鱼大肉，这也就罢了，居然还想不给银子就偷偷溜走。没有银子就滚一边去，再来小心我打断你的腿，让你下半辈子只能爬着去化缘。一个小二大声叫骂道。几人踢打那和尚那会儿，两人就在人群中望着，十分默契的没有一点出手相助的打算。有因即有果，那和尚既然吃了霸王餐被打2下也不能算什么冤枉事，何况他看着也没受什么伤，种什么因受什么果罢了，公平得很。看热闹的众人散渐去，他们二人也正要离开去往河堤上放灯，谁知那个刚刚爬起来的和尚晃晃悠悠的径直走到魏无羡面前，正挡住他们的去路，脸上挂着隐秘的笑意，定定地看着魏无羡的脸，说道：有趣，真是有趣。蓝忘机大抵是觉得那和尚离魏无羡过近了些，轻轻地扯了一下魏无羡，两人向后退了一步，稍稍拉开了与那人的距离。哦，此话怎讲？魏无羡觉得有些可乐，便顺着他的话说下去。那和尚绕着魏无羡，
一边慢慢踱步打量着他，一边说着：“两种相克的命格却存于你一人之身，可不正是有趣极了吗？一种命犯小人，积毁销骨，死无全尸恶名扬，是为大凶；另一种却是时运亨通，谋定无忧，好景佳人共白头，是为大吉。”